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忘了带钱包，可是我一点也不着急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它了。我是小月，在杭州开一家小小的甜品店。今天我不做蛋糕，我要带你看看，在中国，一个手机能怎么过完一整天。其实我上一次用现金是什么时候呢？我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。钱包一直放在抽屉里，里面的钱早就旧了，所以我出门只带3样东西：手机、钥匙，还有一把小伞。手机不是用来打电话的，而是用来付钱的。早上7点半，我先到小区门口买早饭，一个包子2块钱。我把手机拿出来，老板指了指桌子上的一张纸，那张纸上有一个黑白的方块，我们叫它二维码。用手机对着它扫一下，钱就过去了。这个动作我们叫扫码。这里教你一个小知识：二维码有2种，一种是店里贴出来的，叫收款码，你扫它，然后自己写上多少钱。另一种在你自己的手机上，叫付款码。你只要把手机举起来，让老板用机器扫一下，就付好了。所以在中国买东西，常常会听到一句话：你扫我，还是我扫你？听起来很奇怪，可是每个人都懂。不管是大商场，还是路边卖水果的小摊，都是这样付钱的。吃完早饭，我坐地铁去店里。以前得先买票，现在不用了。手机上打开乘车码，在机器上一放，门就开了。到了店里，我先把门口的那张收款码擦干净。这张小小的纸，现在比我的钱包重要多了。客人买蛋糕的时候，也是扫这张纸。付好以后，柜台上的小音箱就会说话。微信到账38元。我一边给客人装蛋糕，一边听着音箱说钱到了。不管他买的是一杯咖啡，还是一个大蛋糕，我都不用找钱。中午我和朋友一起吃饭，吃完的时候，他先站起来说：“我来付吧，你等一下转给我就行。”这就是我们说的 AA 制，一个人先付全部的钱，别人再把自己那一份转过去，1分钟就好了。下午店里人不多，我拿出手机看了一下今天的账单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：早饭2块，地铁4块，午饭38。这就是手机付钱的好处。
花的每一分钱，他都帮你记下来了。一个月花在哪儿，看一眼就知道。我每个月都会看一次，看完常常吓一跳。可是坏处也在这里，钱不从手上过，你就没有那种花钱的感觉。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会乱买东西了。说到手机，我朋友的奶奶今年70多岁，也用得很好。她还常常在群里发红包，抢得比谁都快。红包也是我们最常用的。过节的时候发一个红包，写上一句祝福，比直接转账有意思多了。有的人还喜欢用特别的数字，比如520，因为它听起来像我爱你。还有一个数字是66，意思是希望你什么都顺顺利利的。晚上关了店，我想骑车回家，路边停着一排共享单车，也是扫一下车上的码，锁就开了。骑在路上，我一直在想，这一整天，我一次现金都没有用过，可是什么都没耽误。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，刚到中国的时候，最好带一点点现金。有的小店，有的地方还是用得上。现在外国的卡也能绑到手机上了，不过我建议你到了以后先试一下。还有，别等手机快没电了才着急，手机一关机，你就什么都买不了了。这一点一定要记住。最后教你3句最有用的话。第一句，可以扫码吗？第二句，你扫我还是我扫你？第三句，我手机没电了，可以给现金吗？回到家，我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充电，这才想起来那个钱包，它在抽屉里躺了一天。一次也没被打开过。小花跳上桌子，看了看我的手机，又看了看我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谢谢你陪我到处扫码，我们下次再一起过这样的一天。